蓝忘机缓步而来，入墓地便是琉璃世界，白雪红梅。就在这满墓地飞白凝红中，一白衣身影闲坐庭中，此刻似有感应般侧身望过来，这一眼端地是顾盼生辉，眉目如画。蓝忘机脚步一顿，接着便听到那人笑唤了他一声蓝湛。魏无羡坐在不远处的亭子里，看他一步步走近，笑道：“本来是想煮一壶酒的，可是你喝不得，这会我也喝不得，只好改成煮茶。”说着，举起手中的茶杯，笑问：“我新配了杯茶，蓝湛你喝不喝？”蓝忘机站在庭外，忽然就想起多年前玉兰盛放的季节，魏无羡站在围墙上，举着酒坛朝他说的那句天子笑，分你一坛。他脸上突然就露出一个笑来，接过魏无羡手中的茶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魏无羡被他这毫无征兆的突然一笑惊得晃了神，回神见他如此喝茶，笑道：“我是想敬你一杯，可这又不是酒，以茶代酒。我有一瓢酒，可以慰风尘。尉迟一瓢酒，远未就风尘。”那一年相生别院晚风微，那人站在高垒的墙头上，一片银花玉雪中，直谈细问吃酒否。他闻声回顾凝眸望，只一眼失心失魂，从此只觉人间颜色如尘土。后来影落空阶孤月冷，他酒醒孤枕，无处话凄凉，无眠卧听南窗雨，只觉万叶千声皆是恨。这一次闲庭曲槛覆雨雪，那人坐于玉英饮瓶中，一目茫茫雪海间，举杯笑请君品茗。相思相忆10余载，终究得缘痴人怨，晚发结情共白首，不羡鸳鸯不羡仙。进入2月，天气就没那么冷了，但春寒料峭，迎面吹来的风便总是带着寒意。都说雨水有雨百阴，自过了雨水节后，姑苏变得天便整日的阴阴沉沉，小雨也跟着淅淅沥沥地下。魏无羡身子愈发的重了，天公不作美，他连到外面走动都不行，路面湿滑，蓝家上下都担心他一个不小心给摔了。蓝家的几位老前辈一看他出来晃荡，便总是心惊肉跳，免不了要对他或是蓝忘机一顿苦口婆心的说教。魏无羡觉得让雅正端方了几10年的老前辈一见他就化身唠叨街边阿婆，着实是过分为难人，所以为了不要再吓到老人家，当然主要是因为心疼他家蓝二哥哥成日提心吊胆，还时不时要被教训，魏无羡终于决定乖乖待在房里不出去了。可没过几日，他便嫌整日待在静室闷得慌，只好随着蓝忘机到藏书阁翻翻书，打发时间。这一日晨起时，外面天色依旧暗沉，魏无羡最近身上都不大舒服，到藏书阁坐了没一会儿就坐不住了，靠在蓝忘机怀里，让他给按揉了半天，脸色才好了些。前段时间蓝家得了许多残缺的乐谱，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，不知具体功效，为了不伤到人，这些日子蓝忘机都带着一些年长的弟子辨识乐谱，还要将残缺的曲子补齐。可魏无羡现在又离不得人，他自己也放心不下，一段时间下来耽误了不少进度。魏无羡又怎会不知他心中所想，自觉身体并无大碍，便日日跟着他到藏书阁去。蓝忘机不敢让他看那些曲子，他就自己在一旁看别的书目，偶尔才与蓝忘机说上几句。今日自身时过后，天空便响起了阵阵雷声，蓝忘机低头写了半天，突然想起这人去换书怎么换了这么长时间，正打算去找人，就听魏无羡似乎有些隐忍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蓝湛，你过来一下。”与此同时，一道电光闪过，天边传来一声巨响。蓝忘机脸色一白，快步寻了过去，就见魏无羡坐在地上，眉头微蹙，一手扶着身旁的书架，一只手捂着腹部，急忙走过去，将人揽在怀里。难得着急，魏婴可还好？蓝湛，你别急，我就是感觉他好像往下钻了一下，一时有些腿软才坐下来的，没摔到。见那人急要往他脉上探，魏无羡急忙解释，只是说完没一会儿，正想让蓝忘机扶他起来，又突然脸色一僵，捂着肚子低低的闷哼了一声，感觉到蓝忘机听到这声，顿时动作一僵，又一次紧张的看过来，便拉着他的手往腹上探，脸上露出个苦笑来：“蓝湛，我早上疏忽了，以为只是寻常的腹痛，隔好久才疼一下，也不是很规律，就没跟你说，但是我感觉他似乎真的想出来了。”不及蓝忘机反应，就见蓝景仪带着一群师弟走了进来，见到两人这姿势，顿时都愣了一愣，然后蓝景仪便冲了过来，脸上难掩惊慌，道：“韩光君，
魏前辈，魏前辈您怎么了？魏无羡却是没空回答他了，跟蓝忘机说完那一句，像是为了回应他的猜测，腹中又传来了一阵疼痛，可以忍受，却也难耐。闭眼忍过这一阵，魏无羡才朝他笑了笑。到你们一直念叨的小师弟，这下终于要出来了。蓝忘机急忙将魏无羡带回了净室，让人去换了医师过来，然后将魏无羡抱去了榻上。腹中再次传来的疼痛引得他微微蹙眉，一只手稍微用了点力的按在腹上，低头看着腹部，轻声道：“都说惊蛰节到闻雷声，震醒蛰伏越冬虫，你也是个小冬虫嘛，听到雷声就要出来了。”